2025年7月21日，中共官方发布了一则看似平静的人事通告，林志峰出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但是熟悉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公安部并不是普通的部门，而是中共手中维稳机器的核心刀把子所在。任何牵动这把刀的人事调动都不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安排，更可能是权力内斗升级的信号弹。那这一次的主角林志峰并非是空降的素人，他是枝江新军出身，跟李强渊源极深。那更早在今年5月，就有爆料者精准预言了林志峰将晋升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特勤局局长这个敏感职位。如今第一步已经兑现，让这场预言开始与现实高度重合。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公安部的内部权力正在重组，又或者是李强悄然插手刀把子，试图在红墙的核心部位打下一颗属于自己的钉子？一场围绕特勤局与高层安全的人事暗战已经悄然升温。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那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个月前，早在今年5月28号，一位自称是李强问题专家的前银行高管尹科，就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则惊人的预言。他断言，时任中共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林志峰即将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一个极其敏感的职位——公安部特勤局局长。如今，中共副部长的任命已经实锤，这就让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则爆料的含金量。虽然中共特勤局局长的任命并未同时宣布，但这恰恰暴露了斗争的焦点所在。为什么是中共特勤局？因为他负责所谓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4副2高，即中共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外国访华要人的安全。这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张重要的牌。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尹科在6月29号的视频中进一步爆料，声称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插手了林志峰的任命，并且罕见地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支持。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李强这位曾经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大管家的总理，为什么要把手伸进王小洪执掌的公安部？有很多朋友私下问我，在中国大陆翻墙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关心一些敏感话题时，担心自己的 IP 被追踪，留言会惹麻烦，该怎么办？今天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我自己也在用的神盾 VPN。为什么说它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 VPN？ 原因只有2个字：安全。我们来说说传统 VPN 的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再从那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这不是我说的，是技术设计上的原则。除了安全，速度和稳定性也非常重要，神盾 VPN 的表现也很出色。看 4K 的 YouTube 视频、打游戏、开视讯会议都不卡，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全家都能用。那现在购买2年方案还能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的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官方网站请到神盾 VPN.net，
或者点击节目下方链接，描述栏置顶留言查看详情。这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少数我会放心推荐的 VPN 工具，不止翻墙，更是为了资讯安全与言论自由建立一道真正的防线。那我们来看一看林志峰的履历，他是不折不扣的枝江新军成员，长期在浙江任职，可以说是习近平派系的一员。但更关键的是，他在浙江的仕途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李强有着密切的交集。将林志峰安插进中共公安部的核心层，被普遍解读为李强试图在刀把子内部切入一枚听命于自己的棋子。爆料称，李强愿意让出中共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这个相对务虚的职位，但他真正想要的是中共特勤局局长这个能直接影响权力核心安危的实权岗位。而现任中共公安部长习近平的铁杆亲信王小洪对此死活不肯交权。据传最初的人选是浙江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杨清九，但杨清九曾在河南担任过王小洪的下属，这层关系让李强极不放心，他绝不希望这个被王小洪人马霸占太久的关键职位再度落入与王小洪有关的人手中。这场围绕特勤局的暗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两大阵营的轮廓，一边是企图扩大权力半径的总理李强，另一边是誓死捍卫领地、保卫习核心的公安部长王小洪。而林志峰的任命就是李强在这场博弈中落下的一步险棋，也是关键一招。如果说林志峰的晋升是李强发起的点穴式进攻，那么近期中共公安部发生的一系列人事地震，则更像是对王小洪权力城墙的系统性拆解。就在7月初，两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和孙茂利被同时宣布去职。陈思源是王小洪执掌北京公安局时期的嫡系，一路跟随王小洪进入公安部核心，是王小洪的左膀右臂。孙茂利在王小洪实际掌控中共公安部之后，与其共事多年，同样被视为王小洪人马。那么可以说，这两人是王小洪在公安部内最重要的权力支点。如今他们被双双调离，接替他们的人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杨维林。杨维林此前是中共广西公安厅厅长，翻开他的履历，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与王小洪乃至整个习近平派系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有传闻甚至指出，杨维林的调任与早已示威的团派大佬的推荐有关。一边是王小洪的两名心腹大将被宣布去职，另一边是一个背景神秘、与自己毫无渊源的空降兵直接插入心脏地带。与此同时，王小洪的另一位亲信，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斌琛也在5月份被调离中央，外放江苏。那这一连串拔钉子、掺沙子的操作，释放的信号是再明确不过了。王小洪正在被架空，他在中共公安部一手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正在被从外部攻破。那个曾经让所有人忌惮的刀把子头号人物，如今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撼动习近平最信任的刀把子王小洪？综合各方信息，我们可以看到3种截然不同却都令人不寒而栗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习近平亲信的内斗，蔡奇对决王小洪。根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的爆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种可能，这是一场源自于最高层的宫斗戏。据他所说，在中共20大前，时任中办主任的丁薛祥曾联手王小洪，试图搞掉蔡奇，但是蔡奇技高一筹，向习近平告密，导致丁王二人在中共20大上的仕途双双受挫。王小洪未能如愿进入政治局，晋升中共政法委书记。丁薛祥虽然晋升了常委，却失去了中办主任这个实权职位，被现任的蔡奇取而代之。如果这个剧本属实，那么今天公安部的震荡就是蔡奇对王小洪的一场迟来的报复，
这是一场习近平亲信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巩固地位而爆发的内讧，其根本目的是争夺谁才是领袖身边最可信赖的人。那第二种解读是习近平权力旁落，也就是后习近平时代、前李强时代的到来。第二种解读则要大胆得多，也更具颠覆性。这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亲信内斗，而是权力结构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核心就是李强的悄然崛起。资深媒体人林宝华先生在 New Talk 新闻网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就极具冲击力：习近平失去枪杆子后，再失去半个刀把子。文章直指杨维林这位团派背景的官员被安插进公安部，意味着习近平对刀把子的控制权已经不再稳固。这种观点与近期国际上对中国政局的观察不谋而合。韩国《韩民族日报》的社论以及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分析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李强这位总理正从一个影子角色变得越来越高调。他们指出，习近平似乎已将棘手的经济领域权力下放给了李强，而李强也毫不客气，近期在国务院会议上高调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提振消费，甚至要清理不合理的限制。这被外界解读为与习近平的一些政策，例如禁酒令等，公然唱反调。那更有力的证据是，中共政治局在6月底审议通过了一份名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的文件。有分析认为，这份条例的核心就是对习近平过去10年赖以集权的小组治国模式进行制度性的限制，将权力重新归还给国务院等常设机构。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么公安部的变局就不是王小洪一个人的失势，而是其背后总后台习近平权力正在被稀释、被分割的明确信号。爆料中所说的李强时代，甚至后习近平时代，似乎正从传闻变为现实。第三种解读是系统性的非习化浪潮。日本东洋经济在线的政治学者铃木龙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观察框架。他认为，判断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验证，而当前许多指标都亮起了红灯。例如，中共体制内近期重提毛泽东思想，在铃木龙看来，这恰恰是对习思想的一种否定。同时，太子党和红二代被系统性边缘化，正在凝聚成一股潜在的反抗力量，而民间从四通桥到宪中事件，反习情绪日益公开化，民意的裂痕也在不断扩大。从这个角度看，公安部的权力斗争可能只是更大范围非习化浪潮中的一个缩影，一股由官僚系统、昔日的精英阶层乃至部分民间力量汇集而成的暗流，正在试图纠正过去10年权力过度集中的趋势，让中国政治从姓习重新回归姓党。一场围绕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任命的风波，牵扯出了3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是习近平亲信集团的内部分裂，是总理李强的强势崛起，还是一场席卷整个体制的非习化运动？或许真相是3者的叠加，也许是习近平为了平衡权力，默许甚至支持李强去敲打日渐骄横的王小洪，又或许李强正是借助了体制内对王小洪的不满，顺势而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版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习近平的权威正在一点点被侵蚀的现实。那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南海的权力游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是习近平一人的独角戏。林志峰的任命就像是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不断扩散。刀把子的震颤往往是更大政治风暴的先兆。未来的新的中共公安部部长会是谁？李强的权力扩张会止步于此，还是会继续向前？而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习近平又将如何应对这盘越来越复杂的棋局？
这场大戏的帷幕才刚刚拉开，每一个看似微小的人事变动都可能预示着未来的走向。我们将和各位观众一起持续关注。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